181厘米的他，为什么偏不穿夸张？聊聊程毅的克制美学。我前2天刷程毅的造型，脑子里冒出一句话，他最大的造型是没有造型。就这一句话，把我自己看愣了。各位，今晚这期视频，我本来没打算做的。半夜睡不着想起这事，其实是因为读到一篇盘点程毅日常穿搭的文章，本来想划过去的，你懂吧？这种明星181帅气造型的标题，信息密度通常都不高。结果我没划过去。我看完了。看完之后，我又把那句最大的造型是没有造型在脑子里翻来覆去，又想了大概1个小时。所以今天这期，我想聊的不是穿搭。聊穿搭你们大可以去看时尚博主，他们比我专业。我今天想借程毅这个 case， 去聊一件我一直觉得没人好好说过的事，什么叫一个演员的审美主权？慢慢说哈。说回这个事，那篇文章里其实数据摆得很清楚，程毅181厘米，身材是有优势的，这一点不用我说，你们眼睛都看得见。问题来了，身高181，肌肉线条也在，颜值也 hold 得住，这种条件的男艺人最容易做的事是什么？是把这一切元素全部用足。夸张廓形，撞色叠搭，设计感重的造型，各种印花和重工，他完全 carry 得动，而且穿出来一定有人叫好。这是利益最大化的玩法。但他没这么玩，他玩的是反方向，纯色衬衫，卡其长裤，小白鞋。卫衣就普通卫衣，顶多换个撞色块。西装也不去搞那种奇形怪状的解构款，就是规规矩矩的白西装，浅蓝西装，版型干净到几乎看不出心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本来可以打满级 boss 的人，选择了打新手村。但你仔细看，他打得特别稳。怎么说呢？我想想啊，如果你只看1-2套，你会觉得挺好看的，普通帅。但如果你把它过去2-3年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我得改一下，大概是过去3-4年的造型放到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件挺反直觉的事，他几乎没有踩雷过。这才是关键。各位 ，Space 男艺人翻造型车的概率有多高？你们追星的都懂。1年下来，10个里有8个总会有那么1-2套，哎呀，这套不太行。但程毅，我倾向于这个判断，但不绝对啊。他这几年公开的造型里，真正能被钉在耻辱柱上的，几乎挑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造型师有多牛，造型师也是吃这碗饭的，水平差不到哪去。是因为他自己有判断，他知道什么 style 适合自己，什么不适合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放。这种判断力，说白了，不是天生的，是一种长期看自己的能力。火候刚刚好，需要的不是大火，是知道什么时候关火。拉回正题哈，我刚才差点跑偏。我说演员审美主权这个词，你们可能觉得有点装，其实没那么玄。我说的是这么个东西，一个艺人，他每天面对的是一整个团队的意见。造型师有造型师的想法，经纪人有经纪人的考量，品牌方有品牌方的需求，公司有公司的方向。所有这些声音叠在一起，很容易把这个人本身的审美给淹没掉。你最后看到的那个造型，其实是10几个人吵架吵出来的结果，不一定是他本人想要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艺人会出现一种现象，他在镜头前的样子和他私下被偷拍到的样子完全是2个人。镜头前那个是产品，偷拍那个才是他。但程毅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？你把他正式场合的造型和他日常路透并排放，你会发现风格是连续的。不是说颜色一样，衣服一样，是那个气质是一脉的，都是干净、克制、有分寸，不喧哗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在团队那一锅汤里，他的味道没有被瞩没，他守住了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我想再往下走一步。各位你想想看，当下 Space 男艺人的主流审美是什么？是出片即爆点，是机场街拍堆 logo， 生怕别人看不见。
是红毯造型一套比一套卷，设计师恨不得把所有想法都堆在一件衣服上。是数据驱动，什么造型能上热搜就上什么。这是流量逻辑。我没说流量逻辑不对啊，我先说清楚，这只是个人推测，流量逻辑在短期内是有效的，真的有效。一套出圈的造型确实能带一波热度，但有个问题，这套逻辑跑久了会让人审美疲劳。不对，我换个说法，审美疲劳这个词有点重，准确一点说是会让观众记不住你的脸，因为你的脸被你身上那堆元素抢走了。而程毅走的是反方向，他的造型从来不抢他的脸，他的衣服从来不抢他的人，所有的视觉重心都被让给了他这个人本身。这个打法在短期看是吃亏的，确实吃亏，他可能某次活动就上不了什么造型热搜，但在长期看走的是大旗，因为观众最后记住的永远是那张脸，那个气质，那种感觉，不是那件衣服。这里插一句，跟老粉聊起这个，我们之前有过一次讨论，具体哪一年我忘了，大概是前年吧。讨论的是为什么程毅这个人在路人盘那边的口碑会越来越稳。当时大家给的理由很多，有的说是角色累积，有的说是他本人采访里那种不油腻的状态，有的说是颜值过审。但今天回头看，我觉得这些原因下面还有一层更底层的东西，就是他这个人从穿搭到角色到采访，整体气质是统一的。这种统一性你不细想可能感觉不到，但一旦你感觉到了，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很 chill， 很可信，不是那种今天端着明天放飞的艺人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必须承认我是带偏爱说这话的，但客观来说，这种一致性在 Space 真的不多。很多艺人造型上是 A， 角色里是 B， 采访里是 C， 然后路透里又是 D， 观众看半天 get 不到这个人到底是谁。但程毅 ABCD 是同一个人，这就是我说的审美主权。审美主权不是审美有多高级，是审美有多稳定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的个人推测，如果有错，评论区指正。我也不是时尚专业，我只是个看了很多年戏，追了很多年人的普通观众。我的视角有限，你们比我懂得多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下次你再看到程毅那些简单到没什么好分析的造型，别急着划过去。那种看起来没什么的简单，是最难做到的简单，因为他要求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，不需要靠衣服去证明。行，今天这期就到这。其实想想，一个艺人最贵的东西，从来都不是他穿了什么，演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是他没穿什么，没演什么，没说什么，是那些他选择不做的东西，定义了他是谁。懂他的人会懂。如果你也是这么看他的，评论区聊聊，你最喜欢他哪一套造型，或者哪一段他不抢戏却让你记住的样子。